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兰花频道。今天的这个影片呢，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一株原生种的蝴蝶兰，它是 Tetraspis purple， 紫色白色相间的盾花或是铁爪，那也有人称这种兰花叫铁盾。称呼上面中文的部分我不太清楚，但英文的部分其实就是跟兰园有确认过，它就是 Tetraspis， 然后小名叫 Purple， 因为它是白色跟紫色颜色的这个相间，然后分布呢是随机的。那它也有红色白色的品种，然后也有其他的品种。其实在我以前刚认识兰花的时候，然后认识到铁爪或盾花蝴蝶兰这一款蝴蝶兰的时候呢，我只认识到红色白色的，然后后来才知道说原来也有整朵花是同一种颜色的，然后一直到有这种紫色白色，然后还有咖啡色，然后浅紫色或者是咖啡色跟白色随机，是有蛮多不同的变化了，可能这是因为有育种然后培育出来。那这边看到的呢是同一个开花周期，上一朵花呢在我拿取的时候不小心把这株兰花掉地上，所以那朵花就被摔坏挤掉了，还好这株兰花呢没有受到太多的损害所以它的这个花梗还是有保留下来，然后继续的长了另外2-3个花苞。有时候在兰花数量蛮多的情况之下，在拿取上面有时候真的就是会分心，有时候是为了不想要碰到其他的兰花，反而对于正在拿的这个兰花就没有太多注意，不小心失手掉到地上当然生气之余呢，庆幸的是它既有的花梗没有被我完全摔断，所以现在看到的2个花苞还是持续的成长。那它因为是随机，所以有时候它开出来呢，它的紫色就不一定是在就是它最上面的这个花瓣上，有时候可能在左上右上左下右下都不一定。那如果是天气比较凉的情况之下呢，气温越低，白色出来的几率越高，有时候甚至整朵都会是白色的。然后天气暖和一点的时候呢，它的紫色出来的就会多一点，像你现在看到的这朵花，它就是有2片紫色3片白色。那我另外一个品种在右边的呢是红色跟白色的品种，这样放在一起对比，你就能够看得出来红色的红跟紫色的紫还是有点不一样，否则单看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它的紫好像没有很紫，还是偏红，但是有红色放旁边你就会知道它右边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主角，它的紫色的确还是有跟红色还是有蛮大差别的。它一样是有盾花蝴蝶兰的香味粉粉甜甜的香，然后它的这个唇的部分呢也是有一些小毛小须须小毛，是我蛮喜欢盾花蝴蝶兰的一个特征然后它的花期也还算是久，就是1个多月是非常非常容易达到的，有时候甚至能够到1个半月的时间。那我红色白色的这种盾花蝴蝶兰的品种我有2颗，也是从不同兰园购得。那这个紫色白色的我只有1颗但是它算是一款在美国境内比较难遇到的原生种的蝴蝶兰是主要还是透过境外来美国参展的厂商跟他们预购的。然后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照片，还有这边这株紫色白色重新再长花苞的照片呢，是它的又在下一个开花周期了。另外的一个花梗，我经过了1次的换盆，然后它们又重新长了一个新的花梗来开花的。那一样它新的花梗
没有很长，它就具备开花的功能。那这边已经是完全打开了，背景是红色白色的，然后前面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角紫色跟白色。养护上面呢，对我来说它还算是容易，只是它这种兰花的根系呢，算是中型不是偏粗的那一类兰花，所以呢，我质料的选择上面，我使用无机介质，我的颗粒是小颗的，我就没有用太大颗的来做它的介质。那我发现它是喜欢完全干掉之后再浇水的一款兰花，它的根系因为偏中型偏细，所以对于说常常高湿的这个环境它不是很喜欢。我曾经有试着就是让它不要完全干透再浇，我发现它的那个根系会很容易出现快要烂掉的那种感觉。那这边给你看到的是我换了一个背景，然后呢把另外一株原生种的 Tetraspis 来放在一起做比较，这株的颜色又很不一样啦。它呢是整株都是深咖啡的颜色。这些照片跟下面几张照片还有影片最后面的这个影片片段呢，其实是今天的主角还有这一株咖啡色的盾花蝴蝶兰呢，刚入手没有多久，然后开花照的影片跟拍照那很清楚你可以看到他们来的时候呢，他们的介质还是水草，然后我是用一个16盎司的杯子把它们做隔离。当然我拍的时候我一样是放在花架上面，但是拍完时候我其实是把它挪到另外一区，就新的兰花我大部分会先稍微做一下隔离，然后呢给它们一段时间适应之后，然后开完花我再来斟酌是不是要对它们进行换盆换介质。那有时候呢我觉得介质 OK 或是没有病虫害的情况之下，过了一个月的隔离期，比如我就会决定说好，那我要不要就是等到明年的开花周期结束我再来进行换盆。好，那左边的这一颗呢，就是它是一个红白的品种，但是当时它的那一朵花是完全纯白色，就是气温比较低的时候才会比较容易发生。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